破醫美繆斯，突然就開始嘞。哎，我們今天講的題目比較特別一點哦，它很簡單，可是呢，很多人有這個疑問哦。肉毒啊，10幾年前台灣開始有，剛開始的時候叫液態黃金，一開始打一個抬頭紋，3萬多塊台幣，真的難以置信，對不對？現在在台灣要找到沒打肉毒的人有點困難了，很多人認為它就跟敷面膜一樣，是一個必備的一個保養，對啊，它很好用，可是很多人搞不清楚哪些地方不適合打肉毒，或是什麼狀況不適合打肉毒。接下來我們會講一系列醫美浪費錢系列，不是啊。接下來這一系列就在告訴大家說，哦，哪些地方不適合打肉毒，哪些不適合補脂，哪些地方不適合打膠質針，類似這樣。每個人都在吹說他們什麼什麼技術多好多好，我們就是要來告訴大家哪些要注意。我們為什麼可以講這個東西呢？我本身是顏面重建醫學會的理事，我也是形體美容外科的理事，美容醫學產業全國聯合會的理事，微整醫學會的副理事長。我的專長是什麼？拉皮、脂肪、面部的解剖，剛好就是我的3個專長。所以我來講一些觀念給大家之後，我都會以臉部解剖學的概念給大家一些正確的知識，沒有話術。身為解剖美學的奠基者，我始終堅持解剖分層為基礎，結構力學來設計，安全優先是原則，因為沒效才是最貴，想做要找專業。肉毒到底是幹嘛的？放鬆肌肉，很好，非常好。因为到現在還是很多人都以為肉毒是用來收緊肌肉的，不是哦。最早是南美洲一些土著啊，他們用那個吹箭，噗一刺下去，那些動物就不能呼吸了。真的嗎？這真的啊，我沒有在晃點你。我跟你說，我們都沒有話術了，都說的是真的。為什麼？因為它那個箭裡面呢，它有一種叫南美箭毒，它會讓肌肉無力啊，所以它刺到動物的時候，毒素一進去裡面，它不能呼吸。因為你的呼吸的肌肉也沒力了，就昏倒了。後來呢，就發現這個肉毒桿菌哦，肉毒桿菌這個細菌呢，它產生的另外一種毒素，就是所謂的肉毒桿菌素，它有類似的作用，會去放鬆肌肉。我們把它特別提出來，把它的致命性盡量的去除，就可以用在美容上面。它最早不是用在美容上面，因為它可以放鬆肌肉，所以它最早用在哪些呢？用在痙攣。比如說像有一些中風的人啊，都會有一些痙攣，或者是像有一些 cerebral palsy 腦性麻痹，然後他們會有一些痙攣，所以是用在這個上面哦。這幾年發現它不只可以放鬆肌肉，如果我們今天把這個肉毒打在很淺很淺的表皮，它可以讓你的真皮層變得比較緊緻，有沒有很特別？肉毒它等於有2個極端的作用，一個是放鬆肌肉，一個是讓你的皮膚變得比較繃。如果一個有經驗的，或是對解剖、對構造很熟悉的醫師，他就可以用這樣的方式，某些部位我讓它放鬆，某些地方讓它收緊，就可以達到你要的效果。但相反的，如果你搞不清楚，就會造成一些問題。我們等一下後面就會講到肉毒可能的問題。還有肉毒，如果我們打在皮膚上面，它還可以用來避免疤痕的增生。所以像有一些蟹足腫的人，也可以打肉毒。或者是我們手術完以後，可以在傷口旁邊打肉毒，避免疤痕增生，還可以用來除汗的。出汗，因為我們的汗腺分泌哦，靠的是乙醯膽鹼，肉毒剛好可以去 block 掉，擋住這個機制，就可以避免你流汗。所以有多汗症啊、手汗症啊、腳汗症啊，或者是腋下有時候有些汗，都可以打肉毒，這是它額外的作用。聽了覺得這個肉毒簡直是太神了。近代醫學有幾個神藥啊，都是說哇，它的作用怎麼那麼多？像阿司匹林，從止痛到現在預防心血管疾病。metformin 糖尿病的藥，有糖尿病的就治糖尿病，沒糖尿病的就養生。聽起來很奇怪，對？還有 ACEI 類的藥可以治療高血壓，還可以保護腎臟，你知道，就是有很多衍生的作用。肉毒呢，就是美容醫學裡面的神藥。可是我接下來要講，肉毒在某些部位要特別小心。我接下來這些圖片哦，因為我自己對構造比較了解，比較少發生這種狀況，所以我這些照片都是我們從教科書上面或者是國外的網站，我用他們的照片來解釋。第一個我們要講的就是額頭，他額頭打完肉毒以後，發現一件事，他眼皮變得更垂了。大家第一個想法就是肉毒就是改善抬頭紋嘛。可是這裡一定要注意一件事，如果你的額頭本身這個地方皮已經很鬆的，打抬頭紋反而會讓它更垂。為什麼？我們剛剛說肉毒它的作用就是放鬆肌肉，所以你放鬆這裡的肌肉以後，這裡的皮就會掉下來，你會美顏更厲害。很多一聽還得了啊！我不就是因為這裡鬆了，所以才有皺紋，他要去打抬頭紋，怎麼打會變得更垂？
事實上，如果你年紀超過45歲以上，你的額頭上已經有一些靜態的紋路，代表你這個地方的皮已經很鬆的時候，這個時候你打肉毒，非但沒有比較好，反而會讓你的眉壓眼更嚴重。也就是你這個時候才打肉毒已經來不及了。如果你皮膚本身還是緊緻的，可是你抬頭的時候有抬頭紋，這個時候打肉毒很好。但是如果你已經嚴重到一直皺到這個地方皮已經鬆了，這個時候你才想要打肉毒，不好意思，非但沒有效，反而會讓它眉壓眼更嚴重。這個時候就代表一件事，你應該進入額頭拉皮，你就要考慮內視鏡額頭拉皮，你要考慮新式冠狀拉皮，或是8mm的這個額頭拉皮，類似這樣的一個方式，因為你已經嚴重到打肉毒沒有效，甚至會更垂的狀況。很多人他抬頭紋很靠近我們的眉毛，一直是很靠近這一區。這個時候，如果你打抬頭紋，就有風險。大部分人抬頭紋都是上面這一區，靠近髮際這一區，但是有少部分他的抬頭紋呢是靠近眉毛這一區。如果你打在眉毛上面1.5公分以內的區域，眼皮就垂下來。這跟我們的解剖學構造有關，因為我們的眉毛上面1.5公分這個地方呢，它是有一個縫隙可以通到我們眼睛的。如果你想知道這個正確的解剖構造哦，歡迎。我可以跟你講得很清楚啊，不過我就不講得那麼複雜了。我們節目其實很多醫生看，然後如果你是喬老師醫師，你想知道你就私訊我好了。這個1到1.5公分這個地方，如果你打肉毒你沒打好，很容易肉毒就會跑到眼皮這個地方來，就會造成你的眼瞼下垂。所以如果是沒有經驗的醫師，一般我們都會建議這一區是不要打的。再講一次哦，眉毛上方1到1.5公分這一區盡量不打。如果你真的要打，你要很有經驗的醫師，對構造要很了解的醫師，不然你沒有拿捏好那個深度，就很容易造成眼皮更垂。眼下細紋可不可以打肉毒？可以打，可是你要特別注意，第一個就是劑量的拿捏，第二個就是深度。為什麼？因為眼下細紋這個地方，如果醫師剛好沒什麼經驗的話，打肉毒可能就會變這樣，跑出眼袋來。它本來是沒有眼袋的哦，打完眼下細紋肉毒，它的眼袋跑出來。為什麼會這個樣子？為什麼？因為我們的眼袋哈，它的表面有一層肌肉叫眼輪匝肌，這個肌肉它就是用來收縮眼睛的。如果你今天打肉毒，把那個肌肉放鬆掉，哇，那個肌肉被你放鬆過頭的話，裡面的眼袋就凸出來了。所以眼下細紋這個地方對於劑量的拿捏，這個經驗非常的重要。還有什麼位置？像它本來有一點小小的臥蠶，如果位置沒有拿捏好，眼袋跑出來，臥蠶也不見了。珍貴的臥蠶。是，所以眼下這個地方打細紋要特別小心哦。如果醫師沒有絕對的把握，或者這個醫師如果你覺得他經驗不夠的時候，你千萬不要打眼下的細紋哦，不要把它等閒視之哦。再來咬肌，我之前有一集節目我聊這個問題，就有人在說咬肌打完以後，臉變得更垂了，法令紋變明顯，然後臉變得比較鬆弛，這個很常見哎。什麼狀況你要特別注意這件事？一樣哦，超過45歲的時候，或者是你40歲的時候，你臉如果是比一般人鬆一點，你要特別注意。為什麼哈？我們的咬肌哈，來，我們同事拿給我一下。我們咬肌哈，它長在骨頭的後面這個地方。如果你在打的時候，你打過頭了，哇，好棒哦，臉變小了，可是它的支撐也變少了。這個時候就有可能怎麼樣？你的皮可能就往下滑，你深層的甲子鏈往下掉。這會造成你的嘴邊要變得更嚴重，甚至你的法令紋都會受影響。有的人就是問說，那如果我發生這種事情，我是不是隔一陣子肉毒的效果沒了，它就會彈回來？不一定，要看哦。如果你今天是淺層的問題，你的咬肌慢慢膨脹長回來的時候，等你這又撐起來的時候，的確滑下去的皮膚又會慢慢被你拉上來。肉毒的效果沒的時候，慢慢就好了。可是如果你今天掉下去的是深層的甲子墊，哇，它就回不來了。所以要特別注意，尤其是如果你本來已經臉有一些鬆弛的人，打咬肌要特別注意，可能會更嚴重。這種狀況我會跟客人講，我先幫你拉線，再打咬肌，就不用擔心它掉下來。哦，對。那有些人說，那打音波、電波以後再打咬肌，是不是有這種預防的作用？比較沒有，因為音波跟電波它的能量只能到筋膜以上，筋膜以下它透不過去。所以如果你用一般電波、音波、一般淺層的埋線，它就沒有辦法預防這個狀況。所以很多人也會抱怨一件事，我今天打肉毒是要小臉啊，我打完咬肌以後臉應該變小啊，怎麼的確我摸我咬肌變小，我拍照的時候怎麼臉還是 U 型的？從方形的變 U 型的。
為什麼後面的咬肌變小，可是前面卻掉下來？就是這個問題。所以超過45歲或是40歲以上臉已經有一些鬆垂的人，打咬肌要特別注意。我們再看他打了咬肌，他要瘦臉，結果打完以後，哇，臉這裡就凹下去了。這個其實跟我剛剛前面說的跟深層下垂是有關的。像我們這個地方有一個東西叫深層的假指墊，它原本的位置呢，應該是在咬肌的前面，在靠近上面的地方。如果你已經有些鬆垂的狀況，或是醫師在打的時候位置跟深度拿捏不對，導致這個地方的咬肌變小，然後這個深層的假指墊就往下掉了，這就會造成第二型的嘴邊肉，造成這個地方凸一塊，然後臉頰反而凹下去。所以你如果有一點鬆垂的臉，你又想要小臉，你就不是只有打咬肌，你同時還要做深層的拉提，才有辦法避免這種狀況發生。還有人問法令紋可不可以打肉毒？魚尾紋可以打肉毒嗎？皺眉紋可以打肉毒嗎？抬頭紋可以打肉毒嗎？墨紋可不可以打肉毒？墨紋比較少吧。墨紋也可以哦。墨紋你看，我們臉上所有的紋路形成有3個原因。有興趣去看我之前的節目哦。臉上所有的紋路形成，有的人是因為鬆弛跟下垂，有的人是因為流失跟凹陷，有的人是因為肌肉拉扯。墨紋一樣，有的人墨紋的形成是因為嘴邊肉壓出來的，有的人是因為局部流失，有的是因為肌肉拉扯。什麼叫做肌肉拉扯的墨紋？大家想知道嗎？大家看一下，這個就是肌肉拉扯出來的墨紋。世界首富，他可能常常很不爽，他的降口角肌一直往下拉，所以他的墨紋就是打肉毒非常有效的。那法令紋呢？法令紋可不可以打肉毒？可以嗎？你突然有點懷疑自我。對，我們有時候也會打一樣哦。法令紋的形成一樣有3個原因。大家有興趣可以再去看我們這一期節目哦。這一期節目講得非常的清楚，法令紋一樣有3型：下垂型、凹陷型跟肌肉型。肌肉型的法令紋的確也可以打肉毒，可是要特別注意一件事。我們來看，這是一個案例，它就是屬於肌肉型的法令紋，它打了肉毒以後，它的嘴巴就這樣子掉下來了。為什麼呢？因為肉毒的劑量用過頭了，深度也過頭了，所以就導致它的嘴唇就掉下来了，有點像什麼？本來是這樣哦，被小那種嘴。所以法令紋可不可以打肉毒？可以。可是，一樣要對臉部的解剖構造非常熟悉的醫師才能打，而且有的人是不能打的。一樣什麼狀況？你本來就已經有法令紋啊，你蘋果肌已經有下垂的人，你打肉毒，你的蘋果肌會下垂的非常嚴重。所以有蘋果肌下垂的人一樣不能夠打肉毒，是不是跟我剛剛說下半年一樣？已經有下垂的人打咬肌會更垂，要特別注意。所以我今天給大家分享的這些案例就是，肉毒我们很好用，非常好用，神藥。可是不是每一種人都適合打，也不是每一種位置都適合打。最後要提醒大家一件事，還有一種狀況不適合打肉毒的。什麼狀況？如果你有重症肌無力的人。重症肌无力的人是不能打肉毒的，因為你原本呢肌肉力量呢就會受到抗體的影響，比較沒力。如果再打肉毒，就有可能會造成非常劇烈的無力。所以在我們診所打肉毒，我們都會問他你有沒有重症肌無力的問題，小心駛得萬年船。因為我們都希望變美，我們不希望有問題。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這個概念哦，因為不僅沒效才是最貴，產生問題才是最衰。這個是新的口號。所以希望這期節目對大家有幫助哈。如果大家對我們的節目覺得還不錯，對你有幫助，也歡迎把這個節目轉發給你的朋友看，我相信可以獲得很多的新知哈。如果你把這個節目傳給你朋友看，跟我們小編講哈，那我們也會把我的這本書叫《微整聖經》哈，那裡面講了很多關於臉部的構造的概念，我會把它電子檔寄給你，希望我們的節目對你有幫助。如果你有你個人的問題，也歡迎在我們 YouTube 上面留言，或是到我們官網，或是你覺得你想要比較隱私，那你就到我們的 Line 或是 WeChat 的代碼在這個地方，我們都有專人為你服務哦。今天節目到這裡啦，拜拜。
看了我們今天的影片之後呢，對你是不是很有收穫？你要不要確認一下今天這個影片你到底吸收了多少？趕快來做以下這些題目哦。